绝世唐门71集，霍雨浩打开了锦囊的封印，冒险进入森林寻找仙草，只为救王多儿。王圈跟了上来，当起了保镖。随着天梦冰蚕自豪地展示了生命反射之盾后，霍雨浩对这项新能力感到非常满意。天梦冰蚕随后变成了一枚戒指，盘绕在霍雨浩的手指上，准备休息，并告诉霍雨浩如何使用生命反射之盾。在准备休息之前，天梦冰蚕突然感觉到了霍雨浩手指上的星光蓝宝石储物戒指中有异样，他发现了一个精神封印，并坚持要帮助霍雨浩解除这个潜在的危险。霍雨浩解释说，这是昊天宗大宗主通过王多儿交给他的锦囊，上面的精神封印是为了保护锦囊内容不被偷看。天梦冰蚕仍然坚持要解除封印，霍雨浩在天梦冰蚕的帮助下，成功地解开了锦囊上的精神封印。天梦冰蚕以其100万年的精神烙印，展示了对精神力的精妙控制，将霍雨浩的精神力压缩成一把钥匙，巧妙地打开了封印。在解开封印后，霍雨浩因为精神力消耗过大而感到眩晕，天梦冰蚕建议他先进行冥想，恢复精神力。霍雨浩听从了建议，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想后，他的精神力得到了恢复，身体状态也变得更加良好。在冥想结束后，霍雨浩想到了自己与王多儿和王圈之间的误会，他决定要诚实地面对问题，不编织谎言。他相信，只要自己坦诚地向王多儿解释清楚，应该能够获得他的谅解。霍雨浩还意识到，随着自己实力的提升，极致武魂对他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小，修炼速度也在加快。他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明确的计划，虽然还没有告诉任何人，但他决心要在即将到来的大赛中取得好成绩。最后，霍雨浩想起了昨晚已经解开封印的锦囊，他走回床边，拿起锦囊，心中充满了好奇。锦囊是昊天宗大宗主牛天让王多儿转交给他的，但又不希望王多儿看到里面的内容。霍雨浩对锦囊里的内容感到好奇，同时也对牛天的信任感到感激。霍雨浩决定打开锦囊，查看里面的内容。他知道，这可能是牛天给他的某种指示或者帮助。霍雨浩在打开锦囊后，发现一张古朴的羊皮纸，上面有一封信和一幅地图。信中，牛天透露了王冬儿身患重病的秘密，以及唯一能治愈他的方法需要相思断肠草。这种仙草需要王冬儿深爱的人用一口心血来摘取，否则就会失去药效。信中还提到，王冬儿的父母一直在寻找治疗他的方法，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希望越来越渺茫。牛天请求霍雨浩在带回相思断肠草之前，不要告诉王冬儿真相，以免影响他。霍雨浩在读完信后，心情十分沉重，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到相思断肠草，挽救王冬儿的生命。他匆忙离开史莱克学院，准备按照地图上的指示去寻找仙草。在他离开的过程中，王圈发现了霍雨浩的异常行为，决定跟踪他，想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霍雨浩在被王圈叫住后，向他说明自己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霍雨浩在王圈的坚持下，终于告诉他自己要去寻找救命的草药，而且强调了事情的紧迫性。王圈虽然一开始对霍雨浩的急切态度感到不满，但在了解到情况后，他选择相信霍雨浩，并提出一同前往，提供帮助。两人使用飞行魂导器快速向东飞行。王圈虽然不熟悉魂导器，但很快就适应了，并在飞行过程中通过霍雨浩给的奶瓶补充魂力。霍雨浩则全神贯注地飞行，尽管感到疲惫，但他没有停下来休息，因为他知道时间紧迫。在飞行途中，王圈试图与霍雨浩交谈，但霍雨浩因为焦急而不愿多说，两人之间发生了一些口角。尽管如此，王圈并没有放弃，继续跟随霍雨浩。与此同时，史莱克学院内院的王冬儿发现霍雨浩不见了，他非常担心，于是找到贝贝询问情况。贝贝和徐三石也不清楚霍雨浩的去向，贝贝决定去找玄老询问，同时提议在学院内再仔细寻找霍雨浩。王冬儿的心情从担忧到愤怒，再到紧张，复杂而痛苦。玄老和史莱克七怪一起寻找霍雨浩，但都没有结果。玄老提出可能是王圈带走了霍雨浩，这让王冬儿的心情稍微稳定了一些，他立刻出发去寻找霍雨浩。与此同时，牛天和泰坦在昊天堡讨论着锦囊的封印被打开的事情，他们担心霍雨浩会遇到危险，但也认为这是对霍雨浩的一次考验。霍雨浩和王圈经过长时间的飞行，终于接近了天魂帝国首都天斗城。长时间的飞行让霍雨浩感到非常疲惫，他需要休息和冥想来恢复体力和魂力。王圈虽然不知道霍雨浩究竟要找什么，但他能感受到他的焦急，并决定跟随他一起去冒险。霍雨浩真诚地向王圈道歉，并请求他帮助自己寻找救命的仙草。王圈虽然对霍雨浩有所不满，但还是决定帮助他。两人决定先融合之前获得的狼猿左腿骨，以提升实力。融合魂骨后，霍雨浩和王圈都获得了瞬间移动的魂技，虽然移动距离只有10米，但在战斗中足以扭转战局。当两人接近时，他们感觉到彼此的左腿有奇异的吸引力，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融合了同一种魂兽的魂骨。霍雨浩和王圈在前往落日森林的途中，意外地发现自己融合的狼猿左腿骨不仅能使他们瞬间移动，还能在一定距离内相互吸引，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武魂融合技。这种新发现的能力让他们两人都感到非常惊喜。然而，当他们接近天斗城时，却被天魂帝国的魂导师小队拦截。他们被误认为是入侵者，
被要求跟随魂导师们返回接受检查。霍宇浩试图解释，但对方坚持要他们返回。在这种情况下，霍宇浩面临着一个难题：要么配合对方，这将耽误他宝贵的时间；要么拒绝，这可能导致与天魂帝国的冲突。霍宇浩遇到了他曾经在星斗大森林中见过的暮雪，他试图唤起他的记忆，希望能够避免麻烦，但暮雪坚持要他们返回，并且命令其他魂导师准备使用魂导麻痹射线。霍宇浩决定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利用自己的魂导护罩和精神干扰能力制造混乱，并迅速脱离了现场。在确保安全之后，霍宇浩和王秋儿继续前往落日森林。他们没有选择在空中飞行，以避免引起魂兽的注意。进入森林后，他们发现这里的魂兽相对较弱，没有对他们构成威胁。霍宇浩利用自己的精神探测能力，小心翼翼地探索着森林，同时他们开始加速前进。王秋儿对落日森林的环境表示了轻蔑，认为这里无法与星斗大森林相比。霍宇浩解释了两个森林之间的差异，并提到了人间5大天地禁区。两人继续深入森林，没有魂兽敢于接近他们。他们保持着高速行进，希望能够尽快找到目标，相撕断长草。霍宇浩和王秋儿在深入落日森林的过程中，王秋儿凭借自己的黄金感知感觉到了前方潜藏的危险，这使得霍宇浩决定停下来休息，以恢复到最佳状态。王秋儿的不安让霍宇浩也变得警惕起来，他知道王秋儿的预感往往很准确。在休息时，王秋儿表达了对前方危险的担忧，并建议霍宇浩放弃前行。霍宇浩经过一番思考后，决定继续前进，即使王秋儿选择回去。然而，王秋儿在霍宇浩离开后，还是选择追上他，尽管他对前方的危险感到恐惧。霍宇浩对王秋儿的决定表示感谢，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王秋儿虽然嘴上不说，但内心却对霍宇浩的执着感到震惊。他不明白为什么霍宇浩愿意为了某个人冒险，甚至置自己生命于不顾。霍宇浩解释说，他愿意为了王多儿冒险，因为在他心中，王多儿的生命比自己更重要。这让王秋儿感到不可思议，他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霍宇浩进一步解释说，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有感情，懂得爱。他说道，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最无私的，暗示王秋儿没有体会到这种爱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爱过谁。王秋儿的情绪变得激动，他愤怒说道，自己的父母遗弃了他，让他独自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他只爱自己。王秋儿凭借自己的直觉感知到了前方潜藏的危险，霍宇浩也通过观察发现了森林中的异常。瘴气，瘴气通常是由动植物尸体腐烂形成的有毒气体，在森林、沼泽等地方比较常见，但像这样覆盖范围广且呈现彩色的瘴气则非常罕见，显然毒性非常强。面对这种情况，霍宇浩还是坚持要继续前进，寻找能够救治王多儿的仙草。王秋儿虽然担心霍宇浩的安危，但霍宇浩已经做好了准备，他释放出自己的全地形字走炮台，准备利用它来应对可能的危险。王秋儿对霍宇浩使用全地形字走炮台闯入瘴气地带的想法表示怀疑，认为即使密封措施做得再好，也难以抵挡瘴气的腐蚀性，并且在瘴气中难以辨别方向，呼吸也是个问题。霍宇浩没有被王秋儿的质疑所动摇，他继续改造全地形字走炮台，加强其密封性，并亲自检查，确保没有遗漏。接着，他开始整理装备，包括16个奶瓶和46枚定装魂导炮弹。他特别选出了9枚红色标识的炮弹，并将它们收好。王秋儿在旁观霍宇浩的准备过程中，心中反复思考着霍宇浩对王多儿的感情，以及他为了王多儿不惜冒险的决定。霍宇浩的坚定让他感到困惑，不明白为何一个人可以为另一个人付出如此之多。随着天色变暗，霍宇浩开始休息，并再次劝王秋儿离开，担心他跟着自己冒险。王秋儿虽然嘴上不饶人，但内心却对霍宇浩的坚持感到温暖。霍宇浩点燃篝火，观察瘴气对火焰的影响，并与王秋儿共享晚餐。他询问王秋儿关于瘴气在一天中的变化规律，并根据他的答复推断出正午时分瘴气最弱。他计划在正午时分行动，并考虑使用高温来减弱瘴气。王秋儿对霍宇浩的计划感到不解，但霍宇浩解释说，他有来自一位长辈的地图，相信地图上的信息不会让他陷入绝境。他推测地图上的目的地不可能全都被瘴气覆盖，否则即使是封号斗罗也难以找到目标。霍宇浩的计划是利用阳光和高温来对抗瘴气，他相信这样可以提高他们保命的机会。王秋儿虽然对霍宇浩的乐观态度表示怀疑，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留下来帮助他，尽管他知道这将是一场危险的冒险。霍宇浩点燃了篝火，并通过精神探测发现瘴气在火焰的灼烧下无法抵抗，火焰对瘴气有强大的杀伤力。他利用随身携带的魂导器制造火属性能力，并将其安装在全地形字走炮台上，增强了密封性，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了保障。霍宇浩解释说，尽管他不擅长火属性能力，但他的第二武魂拥有极致之冰属性，可以在极度寒冷的环境下削弱瘴气。他计划利用冰火相克的原理，以及自己准备的一些保命手段，确保他们能够安全逃离。王秋儿对霍宇浩的分析感到惊讶，他发现他在短时间内想出了多种应对方法，而且每一条都似乎很有道理。在霍宇浩的计划下，他们决定在第二天清晨行动。第二天一早，
霍雨浩控制着飞行魂导器升空，观察瘴气的变化。他发现清晨的瘴气更加浓重，但接近篝火时会自动溃散。霍雨浩在空中仔细观察，记录下观察到的一切，并与王秋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准备开始行动。霍雨浩和王秋都提前吃了东西，喝足了水，调整到最佳状态。霍雨浩冷静地注视着瘴气，虽然他更希望有一场暴风雨来削弱瘴气，但晴朗的天气让他的幻想破灭。霍雨浩告诉王秋，他们要开始了。王秋同样一脸冷峻，但内心却有些兴奋。他们张开飞行魂导器，双手相握，魂力沟通，腾空而起，朝着高空飞去。他们在空中飞行，避开了地面的瘴气。霍雨浩测量过瘴气的范围，知道在最强的地方，瘴气可以蔓延到离地300米的高空。他们攀升到600、700米的高度，然后稳定下来，朝着瘴气最浓郁的方向飞去。霍雨浩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他的定装魂导炮弹，在空中制造了2次爆炸，清理出一条通往下方的通道。他们迅速抓住机会，急速下降，穿过正在迅速合拢的瘴气，进入了这片神秘的区域。他们发现，尽管地面上的植物色彩斑斓，但毒瘴却不如空中那么浓郁。霍雨浩解释说，这是因为云雾会向上方飘散，而地面上的毒瘴相对较稀薄。然而，他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即使是稀薄的毒瘴，其毒性依然非常强烈。在前进的过程中，霍雨浩小心翼翼地使用他的魂力，每一步都凝结出冰霜，以避免接触到有毒的植物。他们看到了一些被毒死的魂兽留下的七彩骨骼，这让他们意识到这里的毒瘴是多么致命。随着他们的深入，霍雨浩感觉到魂导护罩外的毒瘴开始变得浓重，他不得不加快步伐。他知道，如果他们无法及时找到目的地，他们可能需要使用高爆弹开路，并使用飞行魂导器逃离这片剧毒的森林。在搜索了一段时间后，霍雨浩使用了第一个奶瓶来补充魂力。他和王圈的魂力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王圈的补充也相当于是他的补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毒瘴开始在魂导护罩上积聚。在一次紧急情况下，霍雨浩使用了永冻之玉，将周围的毒瘴中的水分瞬间结冰，并向外冲击，暂时清除了魂导护罩上的毒瘴。这种做法虽然消耗了更多的魂力，但也是在魂导护罩快要达到极限时的无奈之举。在面对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B07菊花所形成的剧毒瘴气时，霍雨浩的决心和勇气被推向了极限。他为了救治王多儿，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跪下向王秋求助，只为了得知B07菊花的弱点。王秋虽然外表强硬，但在霍雨浩跪下的一刹那，他的心也被深深触动。尽管他试图让他放弃，但最终还是透露了B07菊花未寒的秘密。霍雨浩利用这一信息，决定利用自己的极致之冰雪再次挑战B07菊花。他独自一人准备出发，但王秋最终还是选择跟随他，即使这意味着他可能会失去生命。在霍雨浩准备再次进入瘴气时，王秋以金色火焰护身，突然出现在他身边，两人一起冲入了瘴气之中。尽管王秋试图让霍雨浩放弃，但他自己却无法放手，他的内心同样充满了矛盾和挣扎。